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5年10月1号啊，这是国庆啊，国庆到了啊，然后国庆是放假8天啊，所以相当于一个漫长的一个国庆啊。然后我们昨天讲了，今天就是讲这个大老王的昨天的那个直播啊，他昨天的直播就是讲了金三角大佬啊，好像是第4集还是多少集了？我们来看一下教父系列啊，一个一个这个大佬，他这些大佬要学的活学活用，相互穿插，大佬之间都是可以搭上的。之前的话，大佬王还做了几个人物系列，我觉得都做的挺好的，比较贴近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逻辑啊。我觉得大佬王他讲这个历史还是有一套的。贴近这个现实吧，更加现实一点。他曾经好像有讲过孙中山，这个毛泽东、汪精卫、李大钊、宋教仁和黄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反正他前面那几个讲的我都好像有看到了，有看到了。云南他说有个什么叫二五仔的，二五仔的那个是叫什么来的哈？蔡锷吧哈，蔡锷那个，他是作为讨袁复国战争打响的第一枪啊。后面的话到处乱嫖，然后得了这个什么病啊，花柳病，可能就是不是去日本还是干嘛？是不是被日本人给害死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当时就挂了吧。然后他当时讲这么多人物系列的话，主要是拿来类比啊，就是像现在这个金三角这边就是比较跟我们接近的，比如说这个有60、70年代的教父啊，是吧？比较接近啊，也有七十年了，也有70年，就是对比以前这个民国的时候那些人物啊，就是让你们相互这个比对吧哈，比对一下就可以体会一下当时的民国，你就可以看现在这个金三角缅北的这个情况。缅北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在云南那边过去一点啊，跟这个缅北是交界的这个地方，交界的地方，是不是越南也在那一块啊？不知道对不对啊？还是说越南是靠近广西这一块？广西和云南是不是有交界啊？因为我前一段有看到别人有一个是叫越南的一个什么主播，好像是叫做现在估计好多年了，7、8年前还是多少年前，偶尔会看一下。那个是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主播来的，有点忘记了哈，一个女的哈。当时她感觉很想嫁到中国来一样的，问为什么中国当时好像是抖音嘛，是不是抖音啊，还是什么比较火的时候，她还到这个平台上来做直播。所以说当时她拍摄的是越南那边，我感觉好像就是她经常讲的一些什么老街啊，一些感觉她这边跟这个云南是不是就相当于也是比较接近啊？是，那我就在想，这个广西跟这个云南是不是都跟这个缅北还跟哪里有交界啊？怎么回事啊？现在比较火的，大家应该知道，就在缅北那边，是吧？那个这个电诈比较猖獗啊。然后的话，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像有打击电诈的相当于是四个头目啊，由这个本地的这个
是叫彭家声还是谁啊带队的啊，把4个这个什么白家，还有什么其他刘家，几个大的头目都给打掉了。去缅北这边是九死，非常精彩，九死一生。今天讲的是第4讲啊，叫缅北双雄。上一讲的话是叫缅北的1.5代的这个1.5代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那个教父啊，是一个女的，一个拉拉。今天是讲的重点是讲到缅北双雄，那个女的那个拉拉的教父是本地的这个土司啊，就是杨家的那个杨二小姐，她这个土司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就是类似于像皇族这样一个概念，统治的当时这个地方果敢吧好像。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所以说现在讲的这几个教父啊，都可能是民间教父，然后的话都认识之前的这个杨二小姐，都是在他后面这个发展起来。其中这个3个教父，其中这3个教父的话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他这个都是在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国民党当时建的一个国民党建的这个一个缅北的一个缅北的这个黄埔的这个学校哈，缅北的黄埔学校，当时是他们几个在那边学习的，就包括这个罗兴汉啊，还有包括这个坤沙，然后后面好像是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彭家声啊，这几个都是从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年纪也比较接近哈，比如说都是31年到三几年的吧哈，而且都在10几岁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学校，就是在缅北的黄埔军校，就是蒋介石当时派去的200个特战队员还是什么，到那边支持反攻大陆的时候，在缅北那边建的一个那个黄埔的那个学校，培养本地的一些就像讲的现在是就是说几十年前啊，在缅北称王称霸的那种教父级别的人物。大概的时间是1962年到1988年，还是到1998年？这是缅北双雄，一个叫罗兴汉，他是叫什么张其夫啊？一个是叫罗兴汉，一个叫张其夫，也就是讲的是坤沙吧。然后这几个名字一听就知道都是中国人，就是往上，然后往上转的话，就刚才讲的那个杨二小姐是果敢的土司。那个是更早了，其实也应该是从明朝还是从什么时候过去的吧，也应该如果往根上讲的话，这些可能都是跟中国有关系啊。然后当时的这个杨家的这个杨家本地的土司跟当时蒋介石派过去就是反攻大陆的这个李米这个将军啊，他们就是一个军一个镇啊，军政啊，就就是相互配合吧，统治的那一片地方。如果说蒋介石算是这个文书的话，那李米就相当于是文书座下的那个狮子，那就是相当于狮子落到这个狮驼岭成精了，就相当于到了云南那个边上缅北那边地方啊，成精了。他虽然说他打不过这个共产党，但是他这边打缅北的那些军队啊，打什么就跟感觉好像是砍瓜啊切菜一样的，然后如入无人之境啊！缅北军队带着20万人，还带着1万的什么库尔卡，居然
居然被这个李米底下的刘正国还是刘什么，反正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当时讲究的战术叫做诱敌深入，感觉好像是输了，然后等那边的人在开庆功会的时候，半夜三更又从丛林里面杀出来，给他杀了个片甲不留。这就是传说中的兵不厌诈。而且这个李米的话，差点成了这个缅北之王，因为当时他对法国还是哪里过来的，就是过来给他采访他的人就讲说，就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讲话讲的有点嚣张的那种感觉，然后缅北这边就去向联合国告状啊，然后联合国再向蒋介石施压，施压之后，然后就把这个李米给慢慢的让这些就是在这个缅北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啊，想回台湾的都可以回去，然后最终在那边还是留下了4000人嘛，4000个人，比如说他们其实就是从云南那边过去的，所以说他们跟那边的生活习惯啊等等啊都是比较适应啊，然后的话他们也不想去台湾啊，所以就最终就留在缅北那边。然后1962年缅北发生了大事啊，上了一个新的这个政府，也是就是新的这个军队领导的独裁政府，其中的这个军官就是叫做赖温将军啊，军人出身啊，军人出身。一改缅北原来的这个文官的这个怀柔政策，然后用所谓的这个武力镇压缅北的这个民间武装啊，其中开了一个鸿门宴，鸿门宴下面就把这个杨二小姐，就是当时果敢那边的，也就是二代教父吧，就是1.5代的这个教父，然后给他就相当于给他这个下了个鸿门宴，然后把他给逮了。其中还包括这个罗兴汉，就作为1.5代这个杨二小姐这底下的一个手下，比如说管这个财政呐、还有这个卫兵队长啊，把这些人都给他逮起来了。前面讲过哈，罗兴汉这个长得非常好看哈，然后的话，所以又能够识文断字，所以深受这个杨二小姐的器重，也非常的喜欢她，然后就给她一个职务，就相当于是董事局的 CEO 啊，CEO。那缅北的政府呢，就相当于是萝卜加大棒，既安抚又给他打击啊，这跟古代的那种一样的哈，一样的。那这个罗兴汉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相当于是学这个吴三桂啊，领兵是吧？领兵带头，然后反这个政府武装啊，打击就跟就是像打清朝一样的，是吧？而这个赖温将军呢，因为刚上台，然后的话，跟这个罗兴汉其实关系也还是挺缓和啊，相当于还签了一个盟约啊，就相当于是吴三桂跟这个多尔衮的关系啊，比如说赖温将军就是缅北的这个新的军政府刚上台，他就相当于是多尔衮，然后的话，这个罗兴汉是民间武装啊，就相当于是吴三桂啊，然后就跟他签了一个盟约，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两个一起干吧哈，是吧？但是这个杨二小姐她又不能换，为什么呢？虽然说是这个罗兴汉的，比如说跟这个赖文将军其实私下关系啊各方面都已经处得挺好，但是她不能换这个杨二小姐，因为杨二小姐她是本地的这个土司啊，就相当于也就是也相当于是这个南明的小朝廷嘛。所以说你把他这个杨二小姐换了，就相当于是放虎归山啊。所以说他就这个杨二小姐就关了5、6年嘛，就不给他换出来。
而且这个缅甸人的话，也是一个毕竟也是个佛教的国家哈，他也是没有去杀这个杨二，就是关了5年，等到5年之后，杨家出来，这个大局已定了，就是这个赖温将军感觉是把把这个缅北基本上都给他稳定下来啊，就给他放出来，放出来之后。这个杨二小姐也感觉回去之后物是人非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然后就心生退意，就没有再出来混江湖了。那罗兴汉就不一样这个罗兴汉他相当于是投奔的或者是投降的这个缅甸王府然后这个赖温将军就说，既然你投降了，是吧？然后就给他委以重任叫他就是说让他去把这个缅北给他收服一下相当于就是收了一个这个宋江的感觉，然后叫宋江去打方腊，大家应该了解吧？他把这个罗兴汉民间武装收下来之后，就是让他去打这个国民党的残部，不是讲了还有4000个人吗？那这个罗兴汉呢，他去跟这个李米的这个残军后面就去谈判就是跟他谈判，意思就是说，就因为当时一物降一物嘛，李米他打不过共产党，但是他打这个缅北的军政府还是绰绰有余，4000人就留到这边，其中那个领守的好像是叫段希文但是段希文他是他那个底下呢还有一些兵，他不是应该也不是完全跟他这个就是说全部听他话的，知道吧？是全部听他话的。那这个罗兴汉是吧？他就有妙招，他就相当于是给了他一点点军队就是让他去跟这个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当时这边这个司令官，国民党的这个残军就是退到了这个太北还是退到哪里是吧？那缅北，然后讲的这个是吧？写了一封信，他就给他说，说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局已定你如果说再跟他打的话，他有可能把你赶到了这个相当于是中国边界吧。中国边界的话，如果靠得太近了，到时候这个解放军直接过境之后，是吧？如秋风扫落叶直接就把你这个剩下的这些国民党这个残兵败将，直接就给你一锅沸了然后他又打不过那如果说留到本地的是吧，又被这个本地的这个缅北这边洗脑那罗兴汉意思就是说，要不你也招安了吧，是吧？现在我是成为吴三桂的人物，我说话还有一点底气，你听我的讲是吧？我给你指了一条好路要不你就这样你到那个你能把自己的实力保下来，你往泰国退退到那个泰国，退到泰国那个就是境内到了泰国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叫做美斯乐那个地方，你到了那边，你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到时候你在泰国那个地方美斯乐，然后你再运这些鸦片运到这个清迈去卖，是吧？然后我呢就在这个果敢或者是就是相当于是在缅北这个地方，我去收集鸦片，我也成立一个公司，到时候我向那些人收来的鸦片之后，我再直接就发给你。你就相当于是一个代理商的是吧？我们两边赚钱不是挺好的，也就不要去跟这个军政府去跟他产生矛盾，相互去摩擦了，也不会把你赶到中国边境的边上，被这个解放军一锅沸了，这不是挺好的吗？那后面这个国民党那边残兵败将是吧？他们想一想也对这样也行，后面。就是多少年里面基本上，因为他当时如果说他真被赶这个边上，好像是叫德宏还是到哪里是吧？到时候一锅就端了
最终的话就通过这样给他罗兴汉的跟他这个讲解啊，跟他这个指了一个方向是吧？然后的话就轻松的把国民党的这个一个残兵败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给他解除了，给他解除了。而且你到了那边之后是吧，可以相互的就是一个叫泰北公司啊，好像一个是叫什么泰国北部公司，还有一个叫缅北公司啊，两个就是相当于做这个赤白贸易啊。什么叫赤白贸易啊？赤就是当时讲的就是就是这个红军啊，最开始的时候在福建啊、长汀啊，还有这个是在哪个地方不是建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吗？在那边，然后跟这个广东的陈济棠啊，相互之间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哈。然后的话，蒋介石当时是相当于是这个当头的嘛，陈济棠肯定受一定的管控，但是广东那个地方自古以来或者说是那个时候一直都是一个出国的这个一个出口的地方，所以说那个地方一般都比较富裕或者是怎么之类的，所以说他就跟他这两边相互就是是吧？他就背着这个蒋介石，两边就相当于发展贸易啊，但是的话又怕蒋介石责怪，所以说你打一枪，我假装逃跑，然后我打一枪是吧？你打一枪，你把这个货物比如说把这个钨啊，当时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个钨嘛，然后陈济棠是把这个钨卖到海外去啊，卖给海外德国，去造这个什么大炮还是造这些，因为钨用在这些上面会把这个钨钢，那钢铁就会比较坚硬了嘛。然后在这个江西呀，还有这个哪里呀，这边这钨就是一个产地就比较多嘛，所以说就相互给他相互给他那个相互给他那个就这样做生意嘛，大家也不敢明目张胆是吧？然后你这边打一枪，然后把这个钨送过去，然后国民党过来相当于剿匪一样的哈，过来打过来，打完了之后呢，然后这个红军就跑路了哈，然后国民党就把这个东西就拿走了，钨钢拿走了，拿走之后，然后红军呢又相当于给他打回来还是怎么之类，然后就把这个钱，把这个银元啊，那个国民党那边陈济棠他就留下一些银元嘛，或者留下一些钱或者一些药品啊，就留在本地啊，相当于是各取所需，就相当于是交易完成，这就叫做赤白贸易啊。一样的，罗兴汉他当时跟这个出的这个主意思好像不要受伤了，不要摔跤了，到那边去啊。那边去，爸爸这指我，相当于然后是赤白贸易，就是罗兴汉他当时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残军，就是后面相当于就是给他出的主意，也是这样讲法的，也是这样。然后这一招相当于也是相当于这一招的话，两边相互发财嘛，然后给这个缅北的这些给缅北这边的这个就是军政府啊，也解决了一个难题啊。也就是这样，他就成为了第一代的那个毒王啊，民间毒王。而另外有一个是坤沙啊，第二个是双雄，还有第二个就是叫做张其夫的张其夫，奇怪的奇，丈夫的夫，张其夫，就是他的汉名呢是叫做坤沙，坤沙就是相当于也是一个中国人嘛，虽然说他不承认啊，但他的妈妈就是他妈妈就是那个云南的人嘛。我们坤沙等到下集再讲哈，今天就先把这个给大家讲一下。